要不怕被别人看见了啊？看见就看见呗。哟，那万一廖主任找你麻烦呢？他看不见，他正会儿陪客户吃饭。罗宾找你啊？不接了，下班了。你干嘛不接呀？好不容易跟你约会一次。没事，你接吧。哎，罗律，我要见你。我下班了，我没在所里。那正好，下班了我们可以见面好好聊一聊。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。是这样，我今天晚上安排事儿了，我们可以约其他时间见面吧，好吗？你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吧？是因为罗琦吧？没错。所以你躲是躲不了的。我并没有躲，我只是今天晚上有事儿，您给我约其他时间吧，谢谢。喂，季月，我刚刚跟罗琦见了一面，我们见面说吧。好，那我去你家。好，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家吧。好的。好。这事儿啊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跟我没关系了？就是不想被人怀疑。不想被谁怀疑啊？罗宾啊？你把罗琦介绍给了我，怀疑是啊，这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啊。他知道咱俩认识啊。如果他真这么怀疑，那你怎么跟他解释也没有用，他越描越黑。哎，要不然，我是想说了，要不然别再罗宾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你说话呀？为什么呀？啊？我是怕你为难，我不想让你夹在我跟罗宾中间。那为什么是我别干了呢？咱俩好好讲道理，那谁也不能急那种的，行吗？你看啊，我过了司法考试，我有律师资格证，我再过上几年呢，就能成为初级合伙人了。我再熬上几年，等我有了名气，有了人脉，我就可以自己开业了。我以我自己名字命名一个律师事务所也是有可能的，对吧？是你不一样啊，你连司法考试都没法参加。那如果不是罗宾罩着你，你能去律所上班吗？那除了保洁员或者勤杂工什么的，你什么都干不了。那可是现在连招个行政都需要大学本科。哎，别，你干嘛？你又来了！哎，齐老板挺欣赏你，他女儿也挺喜欢你的。我没见过他女儿啊。怎么没见过？你送合同去的时候，谁接待的你？齐老板秘书啊？那就是他女儿。哦，是吗？我都没看出来，他女儿挺朴素的，也挺谦和的。感觉怎么样？我有女朋友了。啊？还没听你说起过呀？我们就是没有公开。为什么？我们俩以前是大学同学，中间有很多人认识，他怕公开以后会有人来打听我们的事儿。他是一个不喜欢被人打扰的人。他现在从事什么职业呀？也在律所实习呢。实习多久了？刚实习没多久。在哪个律所呀？不会是全景吧？我们律所有条不成文的规矩，绝对不能和与咱们存在竞争关系的律所员工婚恋。我没什么事儿，去吧。
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。主任，笔。你去哪儿？回家。家在哪里啊？望京。我捎你吧。不了，主任，我肚子有点饿了，我准备去吃口东西。哎，刚好我也肚子饿了，你叫上你女朋友，我请。别了，主任，我跟我女朋友，我们俩最近闹分手呢，准备今晚上吃散伙饭了。你刚才没说呀？我没好意思跟您说。要真像我的话，你可以考虑一下人家戚老板的前妻，也是刚和男朋友分手。嘿。哎呦，这么着急下班啊？主任，明天见。哎，好，明儿见。您慢走。嗯。听我跟你解释，我是以前不知道，我是现在才知道的。我们所老大跟你所老大有仇，那跟你假装不认识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如果他知道你是我女朋友，还知道你在全景工作，他肯定接受不了。那你就打算一直瞒着他了？我没有，我准备攒一点资源就换锁。我不是怕这事儿传到在你耳朵里吗？哎，咱俩的事你没跟别人说吧？就算我跟别人说了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可以否认啊，你可以说是我自作多情，或者说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对了，你刚才跟廖佳敏就是这么说的。你说你跟女朋友是去吃散伙饭的，那我们就假戏真做。别，你干嘛呀？哦，当时我说我饿了，他说他也饿了，他是我老板，难道我跟他说哦对不起，我不想跟你吃，那我能对他？你就说你跟你女朋友吃饭又怎么了嘛？他知道我跟你吃饭，你没听他说吗？他请，还让我把你给叫上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给你丢人了，对不对？你哪儿给我丢人了？你太给我长脸了。但关键是你不是罗宾的助理吗？你知道他有多恨罗宾吗？罗宾抢过他的客户，还搅黄过他的官司。不是，你想清楚了，他到底是跟罗宾有仇，还是跟我们律所老大有仇？都有，而且还不是一个仇，跟你们律所老大那是情仇。情仇？何夏老师，听说是你激怒了任小年？我只是在跟他说了个道理啊。他有没有跟你说，我给你钱，是让你跟别人讲道理，不是跟我讲道理？有没有说？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呢？我怕他们万一一会儿来找我呢。找你干嘛？让你去陈述一下事情的原委啊？那您觉得会怎么样？走人。会让罗宾走人啊？让你走人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有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好事儿。你跟我来。我这儿有几份合同，你认真看一下。还有胜利那边，你也跟进一下。好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儿了。但我就是想问，问什么赶紧问，我马上就要下班了。任小年那边没事了吧？以后你给客户讲道理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能多考虑一下对方是否有接受不同意见的能力。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他能发那么大的火。我记得以前谁跟我说他会读心术？我当时并没有启动我的读心术。为什么呢？你太急于讲道理了，这不好。有的时候人需要先听对方的道理。那我跟他道个歉吧。他不需要你的道歉。那他要什么呀？这不是你需要知道的。丽娜请假了，把我办公室收拾一下，水杯、咖啡杯都洗好放好。最后走的时候记得把门也关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